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重生王爷逆宠贪财小王妃》故事解说。现代谢家新任家主谢家英杀伐果决，深谙权谋，辛苦打拼坐稳家族掌权之位，还未来得及享受富足人生，便意外穿越到大景朝，附身到同名同姓、天生失语的谢家嫡女身上。原主命运悲苦，多年失语，受尽欺凌，只因撞破未婚夫李杰的私情，便被李杰与私情同伴联手活活打死。当现代谢家英苏醒，彻底接管这具身体，继承了原主所有的屈辱与过往，海量原主记忆涌入脑海，让他迅速摸清处境。这18年来，原主因无法言语，常年被乡邻嘲讽，族人轻视，人人都讥笑哑巴不配婚配天资尚可的李杰。而李杰心性势利，极度自私，一心备考科举，妄图仕途高升，早已嫌弃失语的未婚妻，当众直言迎娶原主是耽误自己前程。在原主被打伤濒死之际，冷眼旁观，绝情离去，毫无半分情意。身为现代掌权者，从未受过这般践踏的谢家英，看着眼前破败家境与满盘委屈，心中满是无奈，却也已然做好了逆风翻盘的准备。不多时，养母杨氏端来疗伤汤药，谢家英一眼辨识出药材只能基础止血静养，效果远不及自己精通的针灸医术，依旧温顺喝下。紧接着，年幼的弟弟谢希儿捧着亲手采摘的新鲜桃子进屋，懂事的弟弟姐姐补养身体，谢家英自然轻声道谢。久违的清晰人生让杨氏和谢希儿瞬间呆滞。18年未曾开口的女儿突然言语如常，杨氏瞬间红了眼眶，热泪滚落。姐弟二人满心欢喜，破败的小屋中难得萦绕起失而复得的温暖与欣喜。这份温馨转瞬被打破，谢家二奶奶周氏带着人蛮横登门，堵在门口叫嚣，直言要看看谢家英是死是活，甚至口出恶言，称若谢家英殒命，正好配给隔壁村亡故男子做冥婚。谢家英心知周氏是爷爷的小妾，当年爷爷重妾灭妻，偏心庶出，将正统嫡出的长房一脉赶出主宅，安置在破旧屋舍，反倒让周氏执掌谢家大权多年，常年肆意欺压，搓磨长房一家人。杨氏满心护女，当场怒斥外孙李杰薄情歹毒，伤人害命。可周氏与女儿谢珊毫无愧色，反倒肆意嘲讽谢家英身有残缺，卑贱无用，根本配不上即将奔赴科举、前途光明的李杰。当众高调宣告二人自幼定下的婚约就此作废。屋内的谢家英冷眼旁观几人颠倒黑白、恃强凌弱的模样，心底寒意渐生。他暗自立誓，既然占据了这具身体，便会替原主讨尽所有公道，报仇雪恨，誓死守护温柔善良的家人，守住一家人的安稳日子。原主自幼自学医术留下的简易银针，也成了他应对危机的底气。周氏愈发嚣张跋扈，大肆吹捧李杰是文曲星下凡，未来必定身居高位，极尽刻薄贬低谢家英，甚至恶毒怂恿杨氏掐死亲生女儿，免得拖累家族，耽误旁人前程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打算拿出50两银子，强行将谢家英送去配冥婚，全然不将他的性命尊严放在眼里。忍无可忍的谢家英不再隐忍，径直推门而出，清晰出声质问一众闹事之人。哑巴突然开口说话，让周氏一行人瞠目结舌，难以置信。谢家英不给对方丝毫缓冲耍赖的机会，当场强硬要求李杰赔付疗伤医药费。面对周氏母女的抵赖狡辩，他直接放出狠话，若是拒不赔钱，自己便前往村口当众曝光李杰私会私情、行凶伤人、残害未婚妻的恶劣行径，彻底毁掉他的文人名声，断绝其所有科举仕途。周氏一行人深知科举名声是李杰的立身根本、毕生依仗，瞬间心生畏惧，只能被迫赔钱服软，狼狈不堪地带人离去。危机解除，弟弟谢希儿满眼崇拜，连连夸赞姐姐果敢厉害。杨氏依旧恍如梦境，迟迟不敢相信失语18年的女儿已然痊愈，言语如常。谢家英温柔安抚家人，几句轻松调侃化解了屋内的凝重，让家中重新回归温暖和睦。稍作休整后，谢家英带着弟弟出门散心，刚出门便撞见一众乡邻围着李杰吹捧，人人夸赞他勤奋好学，天资出众，未来必定金榜题名，光耀乡里。李杰故作谦逊，随口敷衍众人，姿态虚伪刻意。谢希儿认出仇人，瞬间怒火上涌，当即就要冲上去为姐姐讨回公道，被谢家英及时拦下。他清楚弟弟年纪尚小，身形单薄，贸然冲动只会白白吃亏，轻声安抚弟弟，承诺自己绝不会放过所有欺辱过他们的人。李杰很快发现姐弟二人，见谢家英安然无恙，当即出言嘲讽，直言就算长辈撮合，自己也绝不会迎娶声名不堪、出身卑微的谢家英，让他切莫痴心妄想。谢家英淡然回击，一语戳破他品行卑劣、心胸狭隘，根本不配与自己相配。
李杰骤然听见清晰人声，满脸震惊。围观村民也纷纷惊叹失语少女痊愈的奇事。趁着众人瞩目，谢家英当众厘清家族尊卑秩序，亮明自己是谢家正统嫡出长房孙女，身份尊贵。而李杰不过是庶出旁支的外孙，尊卑有别，他根本没有资格对自己肆意嘲讽，张狂放肆。周氏与谢山的短处被当众戳破，顿时恼羞成怒，出言辱骂，肆意诋毁谢家英。而傲慢自负的李杰依旧执迷不悟，误以为谢家英是欲擒故纵，刻意纠缠自己，言语间极尽羞辱。谢家英不再多余争辩，直接抬手一巴掌扇在他脸上，态度果决凌厉，打定主意要一步步为原主讨回所有屈辱与亏欠。不远处，气质清冷、容貌绝世的镇北王穆修尘静静目睹了全程。谢家英果敢飒爽、不卑不亢的模样，与他前世刻骨铭心、遗憾错过的心上人完全重合。前世绝境之中，女子温柔致歉，坦言未能守住约定，叮嘱他好好活下去，静待天下海晏和亲。刻骨铭心的回忆翻涌心头，让他心绪难平，暗自立下重誓，这一世他定要拼尽所有，护他一生安稳无忧顺遂。他身中千年寒毒，此前昏迷3日，刚刚苏醒便匆匆奔赴这座偏远山村，只因他早已预知这里住着他此生唯一的挚爱，未来的妻子。与此同时，谢家一家人在家中焦急等候谢家英归来，满心担忧他外出遇袭。见他平安归家，又听闻他彻底恢复言语能力，奶奶瞬间激动落泪。他想起早年高人的预言，谢家英命格带贵，机缘难得，如今失语痊愈，开口说话便是机缘降临、福气临门的绝佳征兆。家人纷纷贴心给他加菜滋补，心疼他大病初愈，受尽苦楚。谢家英看着满心牵挂、真心待自己的家人，心中暖意涌动。前世的现代家族只剩利益纷争、尔虞我诈，他从未体会过这般纯粹温暖的亲情羁绊。看着家人唯独优待自己，谢家英心中温暖又愧疚，郑重许诺往后定会努力打拼，凭自己的能力让全家衣食无忧，岁岁富足，顿顿有肉。也就在此时，他意外发现自己现代的专属红莲空间竟跟随自己一同穿越而来，且空间规模比前世更为完整宏大。很快，空间守护兽小白现身，为他解开所有疑惑。原来前世的他魂魄残缺，仅有半数魂魄留存现代，红莲空间也因此受限，无法完全解锁。如今魂魄归位，重回本源本体，不仅空间彻底复原，前世囤积的所有物资尽数留存，他18年失语的顽疾也彻底根除。知晓所有缘由的谢家英豁然开朗，斗志昂扬。前世他能在一众豺狼虎豹的算计中站稳脚跟，执掌家族，这一世重回本源，身负机缘，必定能守护好至亲家人，彻底摆脱贫苦卑微的日子。为快速改善家境，赚取银钱，他带着弟弟谢希儿进山采摘山货，凭借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野外知识，精准分辨毒菌与可食用菌类。姐弟二人收获满满，采摘了大量市面罕见的珍稀蘑菇。随后，姐弟二人带着满满山货前往镇上最大的青云楼售卖。酒楼掌柜看着品相奇特的珍稀蘑菇，担心带有毒性，吃出事故，迟迟不敢收购。暗处观望的穆修尘见状，立刻吩咐贴身下属出面，全额收购谢家英的所有山货。下属起初出价5两银子，谢家英深知蘑菇珍稀难得，价值不菲，断然拒绝低价成交。几番抬价协商后，最终以20两银子的高价敲定交易。下属还主动承诺，青云楼往后长期不限量，高价收购他采摘的所有珍稀山货。初次赚到巨款，谢家英格外宠溺年幼的弟弟，直接带他前往肉铺，豪气买下20斤新鲜猪肉与全部排骨，许诺往后让弟弟顿顿吃肉，茁壮成长。解决了吃食问题，他又打算购置布料，为全家缝制崭新衣物，改善穿戴。恰逢青云楼下属顺路前往县城，主动提出驾车相送，坦言是自家主子特意叮嘱，务必稳妥护送二人，丝毫不敢怠慢。姐弟二人在布庄挑选布料时，偶遇李杰的妹妹李欣儿与同伴孙秀。二人见往日懦弱贫苦、失语受人欺辱的谢家英，如今衣着整洁，出手阔绰，顿时心生嫉妒，出言恶意嘲讽，污蔑他家境贫寒，不配穿好布料，钱财都是靠讹诈李杰得来。年幼的谢希儿当即出声反驳，却被二人肆意抹黑，刻意教唆。谢家英气场全开，淡然回怼，直言自己凭辛苦赚来的银钱，如何支配皆是自己的自由，轮不到外人多管闲事，调侃二人无事生非，自作多情。他从容自信、落落大方的模样，彻底颠覆了众人对他懦弱卑微的固有印象。随后，他干脆利落付了10两银子买下全套布料，阔绰的举动让李欣儿心生歹念。
李杏儿故意上前拉扯碰瓷，趁机撕坏布料，反咬一口，污蔑谢家英动手伤人，还求助身旁的孙秀为自己撑腰。孙秀不愿无端惹祸上身，当即推开李杏儿，与其划清界限。布庄掌柜全程目睹事情全貌，直言若是二人继续纠缠闹事，便立刻报官处置。心虚的李杏儿不敢继续撒泼，只能悻悻作罢。谢家英向掌柜道谢后，带着弟弟从容离去。随行下属全程看在眼里，愈发敬佩谢家英的沉稳通透，处事利落，一路平安将二人送回家中。归家后，家人看着满满当当的布料和新鲜肉食，又惊又喜。谢希儿迫不及待向家人炫耀姐姐的本事，讲述姐姐进山采山货赚取巨款的经过。得知银钱皆是辛苦所得，家人满心欣慰。奶奶想起长房多年的委屈，满心愧疚，感慨因爷爷偏心庶出，周氏仗势欺人，让一家人常年受苦。谢家英温柔宽慰奶奶，过错皆在长辈偏心与周氏跋扈，与家人无关。同时许诺一家人同心协力，往后的日子必定蒸蒸日上，愈发红火。下属西陵返程后，向穆修臣如实禀报谢家英的近况，依旧不解自家素来清冷寡欲、不近女色的王爷，为何唯独对乡野出身的谢家英格外上心，事事周全。穆修臣缓缓坦言，他与谢家英前世便结下不解之缘，缘分早已天定。他怜惜谢家英辛苦谋生，一度想直接将青云楼赠与他，却被西陵及时劝阻。西陵直言谢家英聪慧警觉，心性独立，贸然的重金馈赠只会让他心生戒备，误以为主子心怀不轨。穆修臣深以为然，不愿操之过急，破坏相处节奏。他格外在意自己在谢家英心中的第一印象。得知自己寒毒即将复发，面色憔悴苍白，满心忧虑，生怕病态憔悴的模样惹谢家英不喜，连忙催促赶来问诊的神医李如风，为自己快速调理气色，稳住状态。李如风无奈吐槽，王爷不顾自身千年寒毒的性命安危，一心只为在心上人面前维持完美形象，为了就近陪伴，方便日后相见。穆修臣当即吩咐西陵在谢家周边租赁民房，暂住玉泉村。另一边，被谢家英打伤断腿的李杰卧病在床，满心怨毒，将自己受伤耽误学业的所有过错全部归咎于谢家英，哭闹着逼迫母亲谢山与外婆周氏上门报仇，洗刷屈辱。次日清晨，周氏便带着一众族人堵在谢家门前，当众蛮横发难，颠倒黑白。他大肆控诉谢家英心性歹毒，无故伤人，疯狂吹捧李杰品行端正，命格尊贵，前程远大，扬言谢家英煞气过重，会冲撞李杰的文运，耽误他科举高中，当众强硬宣布废除婚约。李杰也配合装出委屈模样，哭诉自己绝不迎娶性情飒爽、敢做敢当的谢家英，一心想要婚配温婉贤淑的名门闺秀。面对众人的联手抹黑、刻意羞辱，谢家英淡然出门，当众抛出惊天言论：从来轮不到对方退婚，今日是他休夫。女子主动休夫的言论震惊全场，围观村民议论纷纷，直言他行事出格，违背礼教，败坏家风。养母杨氏更是满心慌乱，连忙劝阻女儿切莫一时冲动，惹人非议。谢家英耐心安抚母亲，条理清晰，讲明道理。礼法约束的是守礼之人。李杰身负婚约，却私会他人，品行失端，更是动手伤人，肆意欺辱未婚妻，率先背弃情义，违背规矩，自己休夫，理所应当，无愧任何人。周氏理亏词穷，只能搬出谢家老爷施压，扬言要休掉谢家英奶奶，将长房一脉全部驱逐出门，自生自灭。谢家英毫无惧色，当场戳破周氏小妾的卑微出身，严明妾不压正，恕不欺敌的家族礼法。他多年欺压正妻，拿捏嫡长房，传出去只会沦为全城笑柄，根本没有资格仗势欺人，妄谈规矩。颜面尽失的周氏恼羞成怒，想要动手教训谢家英，却被谢家英强势气场震慑，根本不敢上前。面对邻里的劝和施压，谢家英态度坚决，直言这般无德无品、恃强凌弱的所谓长辈，根本不值得半分敬重。同时他放出狠话，若是众人再肆意造谣抹黑，上门寻衅滋事，他便亲笔写信送往李杰求学的书院，彻底曝光他私会私情、品行败坏、家人仗势欺人的全部恶行，让他尚未参加科举便彻底声名尽毁，断送一生仕途。科举仕途是李杰一家的唯一软肋与毕生希望。周氏一行人瞬间畏惧退缩，纵使满心不甘，也只能狼狈离去，不敢再闹。风波过后，奶奶依旧心存顾虑，担心老爷常年被周氏蒙蔽，偏心庶出，听信谗言将长房驱逐。谢家英从容宽慰家人，嫡出大哥谢家芳天资卓绝，就读于大景顶尖的云山书院，未来必定金榜题名，光耀门楣。
爷爷纵然偏心，也绝不会为了庶出旁支，毁掉嫡出长孙的大好前程，败坏谢家根基。如今只需彻底与周氏一脉划清界限，安心经营自家日子即可。围观村民纷纷赞叹谢家英聪慧通透，胆识过人。暗处观望的穆修尘看着他从容处事的模样，眼底满是欣赏与骄傲。风波平息后，谢家英为数不多的真心挚友刘小英特意登门探望。刘小英心性善良，待人真诚，从未因原主失遇卑微而疏远轻视，始终真心相待。此次探望，他还特意带来自家鸭蛋，给谢家英滋补身体。看着手中的鸭蛋，谢家英瞬间萌生了全新的致富思路。他清楚知晓，这个时代尚无松花蛋的制作工艺，独家制作、独家售卖，必定能抢占市场，赚取丰厚利润。他当即高价收购刘小英家中所有鸭蛋，打定主意依靠独家手艺稳定创收，彻底改变家境贫寒的现状，让家人长久安稳富足。当夜大雨滂沱，寒气刺骨，身中千年寒毒，最怕风寒的穆修尘独自淋雨静坐于谢家英归家的必经路口，只为等候一场刻意的偶遇。神医李如风匆匆寻来，见他肆意受寒，自责受命，又气又急，苦苦劝说他保重身体。穆修尘却全然不顾自身病痛，只为等心上人归来。他甚至特意调整姿态，保持前世谢家英最偏爱、最夸赞的侧脸角度，一心想给他留下完美的初印象。不多时，外出归来的谢家英雨夜途经此地，瞬间被穆修尘绝世惊艳的容貌、清冷出尘的气质吸引，暗自感慨其颜值气质堪称顶尖。穆修尘主动温柔搭话，爽朗打趣，调侃二人深夜独处，若是坏了他的名声，自己便以身相许，对他负责到底。直白温柔的情话让谢家英脸颊微红，心生悸动。细致敏锐的谢家英很快察觉他气息虚弱，面色异常，一眼看出他身中剧毒，伤势深重。医者仁心使然，加之对方气质出众，待人温和，他当即下定决心出手为他诊治。穆修尘眼底温柔渐浓，浅笑坦言：救命之恩，自当以身相许。他自报姓名穆修尘，字云深，直白告知他，他便是自己命中注定的妻子。一旁的下属西陵彻底震撼，万万没想到朝堂之上冷面杀神、杀伐果断、不近人情的镇北王，此刻会温柔缱绻、柔情尽显，反差截然不同。谢家英顺势试探，确认他便是此前高价收购自己山货、暗中相助的青云楼幕后主子。穆修尘坦然承认，坦言自己深知珍惜山货的价值，又告知他自己身患顽疾，特意前来玉泉村就近养病，居所就在谢家隔壁。这般奇妙巧合让谢家英倍感惊喜，直言二人缘分匪浅。听闻谢家英手握新式独家食材制作手艺，穆修尘满心好奇，满心期盼成品出炉后能率先品尝。谢家英欣然应允。待谢家英转身归家后，李如风当场戳破他刻意淋雨等候的小心思。穆修尘坦然不否认，郑重告知身边下属与神医，谢家英是他此生唯一认定誓死守护的妻子。